2024年最新的资讯，不管你是旅客或者是你是当地人，只能够给穆斯林参观。整个会堂我们只能走2楼，就是走这边绕一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在教堂里面，萨拉佛有一面的脸是露出来的。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要来圣索菲亚大教堂参观。那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教堂历史，它是在西元6世纪建造的，它的风格是以拜占庭建筑为风格建造的，所以它从6世纪开始，它原本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轴的教堂，但是到4年前，在2020年的时候，变成了穆斯林拜拜的地方，穆斯林的变成了清真寺啦，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教堂里面有2种不同宗教的建筑，还有风格，还有过去他们的宗教仪式等等。2024年最新的资讯，从今年1月底开始，1楼的部分只能够给穆斯林参观，不管你是旅客或者是你是当地人，只能够给穆斯林参观，会从那个地方进去。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可以走1楼，但是像我们这种观光客呢，一律只能从2楼进去。所以你看到那个橘色的标示，左边就是拜拜的地方，右边就是给观光客参观的地方。那你顺着整个圣索菲亚教堂往右走，然后走到底，你就会走到售票处。那走到售票处呢，一个人它现在有分两个部分的票，那你可以选择是你只要参观这个教堂，那就是门票钱；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它还有圣索菲亚教堂的博物馆。那在那个土耳其跟穆斯林文化的博物馆旁边，在那个方尖碑那边，那这样2个套票我们加起来是1870里拉，大约54欧，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但是我个人非常推荐，虽然今年要付门票进来，但是我觉得它的导览是做得非常好的，它的导览做得非常好的，我现在就带你进去看 ，Go！现在呢，我们到了圣索菲亚教堂的里面。那因为现在观光客只能进来2楼嘛，2楼的入口处呢，有一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免费导览的 QR code。这个 QR code 你扫进去之后，会进到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你可以选择语言在这边，然后呢，你就继续。整个会堂我们只能走2楼，就是走这边绕一圈。然后这边还可以下去，这样。那它整个地图呢，就分成拜占庭时期跟鄂图曼时期。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基督教拜占庭时期到后来变成清真寺的鄂图曼时期，那就会有不同的体验。你看拜占庭时期这边还会有一个 AR 的功能，那你就可以扫它那边有个 code， 有一个 QR code， 你就可以看。这边呢有几个重点，几个 highlight 跟大家分享啊。我刚刚只看拜占庭时期，就是基督教时期的导览。那你在那个导览的地图上面就有可以切换嘛，蛮清楚的。这边有4个重点，第一个是天花板上，在上面4个柱子呢有萨拉佛，天使萨拉佛。小知识，这个萨拉佛的英文结尾是 IM， 表示它是复数，在希伯来文是 Seraphim。好，回来，所以这个萨拉佛是在4个柱子上面的，但是其中一个在这一面，我们现在在5号的位置，在这一面的萨拉佛的脸是露出来的，其他3个是被覆盖住的，但是这个呢是在2010年重新修复的时候才拿掉的。那这个盖住他脸的这个东西，现在在博物馆里面，也许等一下会看到。但通常在圣经里面，应该是翅膀会遮住脸跟脚的，然后第3对翅膀飞。第2件事情就是在这整个拜占庭时期要看的东西里面，有5个马赛克画，在我们头上就有一个带一下。那这个呢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马赛克拼贴。这5个当中，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还有一些圣人，还有一个君士坦丁国王的皇帝。君士坦丁本人的马赛克拼贴，那分布在整个会堂的5个地方，大家可以再看地图去看一下讲解。那第3件事情呢，就是在面向西面的走廊，
是皇后用来观礼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没有开放的空间，所以皇后就会在那边。那边要看什么呢？有2个青绿色的柱子，上面有放一些油灯，所以皇后就会在这个地方看观礼。那另外也有给国王的地方，但是它在1楼。在国王的这个地方呢，它通常是用来接待客人。那这个地方是同样也是区分国王跟贵族用的，所以国王会在这边准备礼仪的东西，他会在这边更衣，然后接待客人，准备宗教仪式要用的。是不是讲完了？国王、皇后、天使、马赛克。所以我们现在在5号的地区，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刚刚介绍这4个重点的画面。Go！跟大家介绍一下9号，这是牧者办公室。大家更正，这个大理石门国王用的是在2楼哦。然后这个门走进去就是刚刚说国王是更衣接待客人，然后准备宗教礼节用的。那这个地方走进来也可以看到其他3幅壁画，马赛克拼贴。在出口下来右转，还有最后一个地方是20号的导览。补充说明一下，你如果是去清真寺的话，就要符合那个清真寺的 dress code， 男女都要过肩过膝，女生特别要注意是头发要包起来，就整颗头包起来啦，剩脸就好。这样啊，蓝色清真寺它有提供一些布。但是圣索菲亚教堂就没有，所以记得自己来参观的时候要符合那个 dress code。圣索菲亚大教堂参观到最后的一个景点就是你如果有买博物馆的票，你就是再走2分钟的路程到这个博物馆。进来之后呢，你首先会看一个影片，然后它是有附导览的，你可以自由选择语言。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在教堂里面，萨拉佛有一面的脸是露出来的，它现在被放在这个圣索菲亚的博物馆里面。这个博物馆还讲到圣索菲亚教堂当时候也受圣像崇拜的影响，那它其实是一个东正教在1次地震后修复完变成一个东正教的教堂，所以它里面就是你看到的这个马赛克拼贴都受到了东正教关于圣像崇拜的影响，所以它不只是在马赛克拼贴上，在木板画上面，在一些创作上面都可以看到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施洗约翰或者是使徒约翰跟一些圣人的像，所以这个呢，你就可以在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里面看到。那这个历史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在13世纪的时候，十字军第4次东征，那短暂的一个时间征服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地区，所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被拆毁又重建之后，才变成东正教为主的教堂。我们刚刚结束了这个圣索菲亚博物馆，我觉得其实有推，但是重点就是，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像我们一样没有请导览的话，再来这一个，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到所有导游会跟你讲的东西。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价钱 OK， 那你就自己买行程来看这个博物馆，可以看得更详细。那这个博物馆呢，我觉得推的原因是，当然一开始就有一个沉浸式的影片，从头介绍到尾。从哪个头呢？从圣索菲亚大教堂怎么被建造的，然后它是以什么样的工法，在当时候是一个改变建筑史的一个特色建筑。那在那个时期，其实还没有这种
一个圆顶2个半圆在左右的这种设计概念，所以当初就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做法，有远见的设计风格。那所以它从整个建筑开始，一直到537年落成之后呢，从这个历史开始讲，然后一直讲到现在。那中间当然就经过好几次的地震，又被毁，又再重建。然后所以它的圆顶呢，其实原本是在建造后20年就因为一场地震坍方了。然后这个建筑师呢，他就是又再重新设计过了一次，因此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是长高了7公尺哦。然后他把周边的这个窗户就压低，让这个圆顶更能够承受地震的摧毁。再来就讲到11世纪，这个时候有大约200年的时间，其实圣索菲亚教堂有2个宗教，有2个派别，其实在争，是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那他们在争嘛？那2世纪之后呢？公元13世纪，在十字军第4次东征的时候来到伊斯坦堡。其实十字军东征应该起初是好意，是为了要解放已经被伊斯兰占领的耶路撒冷地。但是，一直到如今啦，十字军东征已经变成了一个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巨大的伤口，包含对犹太人也是。自己在看这个过程，在看这个影片，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蛮沉重的。它一直到1453年15世纪的时候，鄂图曼帝国崛起，占领了伊斯坦堡。原本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主圆顶上面是十字架，在那场战役之后变成了月亮，变成了穆斯林敬拜的地方，变成伊斯兰教。哇，在看那个影片的当下，觉得哇，这个历史的转变。那后来呢，他其实也讲到，因为在13世纪这个十字军东征结束之后呢，罗马拜占庭帝国有占领回来一小段时期，但是这个教堂就主要变成东正教的教堂。那他们就受到了圣像崇拜的影响，所以你就可以在这个教堂里面看到马赛克拼贴，就会看到玛丽的像啊、耶稣的像，还有使徒约翰跟一些圣人的像。这是这个圣索菲亚教堂里面看到的，你会看到这些马赛克拼贴的由来。对，那就一直到现在嘛。后来从15世纪之后一直到现在，就是穆斯林敬拜的清真寺。好，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这个博物馆。如果你是自由行的话，可以就直接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那边买套票，那你就一路参观完，最后就参观这个博物馆。但是如果你是跟团的话，那我就不建议你就是不建议你再买这个博物馆，或者是再去买博物馆套票进这个，不然你会重复买到导览的费用。因为里面其实是蛮详细的，它连影片都有中文的，所以推荐大家来这个博物馆。等一下呢，我们要去老皇宫，就再拍给大家看。